我叫秦婉月，23岁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的一天。就因为玩大冒险输了，我被闺蜜推到了这个包厢门前，要求推开她，亲吻第一个和我对视的男人。我站在 VIP88包厢门前，手心沁出的汗把门把手都沾湿了。那一刻我只想逃，但身后的催促声让我没有退路。秦婉月，愿赌服输，快点推门，亲第一个对视的男人，别磨蹭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我的目光第一眼就被坐在中央的白衬衫男人吸引了，他笑起来特别温柔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抱歉，我走错了。就在我想退出去的瞬间，眼前突然出现了奇怪的弹幕，像视频网站的那种，一行行飘过去，一行行飘过去。我以为是自己喝多了产生的幻觉，我鬼使神差地看向角落，那里坐着一个穿黑衬衫的男人，雪茄的烟雾绕着他，整个人看起来冷冰冰的，就是弹幕说的江城的活阎王谢望。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，竟然真的朝着这个看起来最不好惹的男人走了过去。走到他面前时，我能闻到他身上龙涧香混着烟草的味道，还有他身上那股让人喘不过气的压迫感。有事？我脑子一热，伸手勾住他的脖子，吻了上去。那一瞬间，我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僵住了。包厢里的人都惊呆了，我甚至能听到他们倒吸冷气的声音。我以为亲完就可以跑，可我没想到他竟然反客为主了。他的大手突然扣住我的后脑，把这个吻加深了。他的唇比我想象中软，带着烟草味和威士忌的醇香，吻技好的让我腿软。直到这个吻结束，我的脑子都是一片空白。就在我懵在原地的时候，顾深的手机响了，那通电话让我彻底相信了眼前的弹幕，他说的竟然都是真的。莹莹，你冷静点，我马上回来。顾深慌慌张张的跑了，嘴里喊着莹莹，那是他的女朋友苏莹。弹幕说的一切都应验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第一次觉得今晚的大冒险根本不是一场游戏，而是一场关乎我的命运的选择。而眼前这个被我强吻的活阎王谢望，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等着我的解释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面对什么。顾深走后，包厢里再次安静下来。谢望站起身，他比我高出大半个头，近距离的压迫感让我不自觉的后退。他问我是谁派来的，我张了张嘴，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谁派你来的？没人派我来，只是游戏输了，大冒险。我说这是大冒险，他明显不信。他的保镖想调查我，被他制止了。名字？秦婉月。秦婉月，有意思。他只是问了我的名字。当我说出秦婉月这3个字时，他反复念了几遍，说了句有意思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说的有意思是指我的名字，还是指我胆大包天强吻他的行为。接下来他做的事让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他竟然邀请我坐下喝酒，还说生日就该庆祝。我站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可是江城的谢四爷，传闻中冷血无情的商业帝王，怎么会让我这个冒犯了他的陌生人留下？弹幕提醒我，他在测试我，让我坐下别喝酒。我照做了。他让人端来一瓶我见都没见过的洋酒，说是1990年份的罗曼尼康帝，还亲自给我倒了一杯，推到我面前。我想起大学葡萄酒鉴赏课上学的卧姿，小心翼翼地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，浓烈的酒精味冲鼻，我强忍着没咳嗽。他看到我的动作，眉毛挑了一下，我知道我大概通过了他的第1道测试。做什么的？灵思广告的文案策划。他开始问我的工作，我如实说了。角落那个穿蓝西装的男人，也就是他的助理，立刻拿出手机查我的信息。弹幕告诉我，他们都在猜我和谢望的关系，还说我是第一个当众吻他还活着的女人。就在我心惊胆战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。接完电话后，他的脸色变得特别阴沉，走到我面前，说了一句让我措手不及的话：走，我送你回家。可是我闺蜜还在等我。林小燕，她已经答应。车窗外下过雨，霓虹灯牌的彩色光影在我脸上交替闪烁。我轻吸一口气，闻到了他身上的气息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向他。地址 C 大附近的长乐小区。大学生，哪个学校？刚毕业3个月。C 大新闻传播学院。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，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审讯。我的专业、老家、家庭成员，甚至兴趣爱好，被他一一问遍。奇怪的是，尽管每个问题都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，我却并不觉得被冒犯，反而有种被重视的错觉。车里安静的能听见雨点敲在车窗上的声音。他明明就坐在我身边，
气场却强得让人不敢靠近。我偷偷看他的时候，心跳总是不受控制的乱跳。明明只是顺路送我回家，可这样沉默的氛围却让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早就不只是陌生人了。他怎么突然看我？对视的那一刻，我心跳都漏了一跳，赶紧低下头，千万别让他看出我慌了。谢谢您送我回来。关于今晚的事，强吻了江城最有权势的男人，我竟然还能全身而退。不必在意，游戏而已。夜风一吹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多大胆。走到老旧小区的单元门口，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，隔着漆黑的车窗，我分明感觉到有一道极具压迫感的目光正死死追随着我。回到家，今晚的一切简直像做梦一样不真实。那个吻，神秘的弹幕，还有谢望意味深长的眼神。谢望竟然还没走，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江城阎王竟然在楼下抽烟。就在这时，神奇的弹幕再次出现。原来这个男人仇家众多，深夜守在一个普通女孩楼下，竟然只是为了默默确认我的安全。我的心跳彻底失控。就在我准备回复闺蜜时，一条陌生短信突然跳了出来。谢望，他怎么知道我明天要去灵思广告面试？我明明只说了公司名字啊！这个男人到底掌控了我多少秘密？夜色中，迈巴赫的尾灯如同猛兽离去的眼睛，一场危险的猎物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灵思广告见，谢望的短信确实是这么写的，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位高高在上的江城阎王为什么会约我在这家广告公司见面？秦婉月，我是人事部的李萌，你是来面试的吧？快进来，大家都在等你。我本来想解释自己其实是来见人的，但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瞬间如坠冰窟。今天刚好有个大客户来开会，老板说让你也参加，算是实战面试。听说对方是谢氏集团江城首富呢。谢氏集团，谢望的公司。就算只看背影，我也绝不会认错，是他，谢望，他竟然亲自设下这个局在等我。徐总，面试的秦婉月来了。啊，小秦来了，正好赶上谢总的新项目讨论，快进来。我只能硬着头皮走进去，根本不敢看谢望的眼睛，飞快地挑了一个离他最远的空位坐下。这位是秦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谢总认识我们小秦？完了，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，我知道自己这只猎物已经彻底掉进了顶级掠食者的陷阱。有过一面之缘。那个蓝西装助理的手速快得出奇，这哪里像是在记录会议，简直像是在当场调查我的祖宗18代。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？那太好了，小秦是我们新招的文案策划，今天本来是来终面的，既然谢总认识，那就直接参与项目吧。终面？我明明才第一次来这家公司，你们为了巴结资本连脸都不要了吗？可以。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我的大脑直接死机，一边要消化自己莫名其妙被强买强卖录用的现实，一边还要疯狂恶补谢氏集团的高端珠宝新项目。我们希望强调品牌的尊贵感和独特性，目标客户是25到40岁的高净值女性。小秦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根据市场分析，传统奢侈品牌正在失去年轻消费者的青睐，他们不再为尊贵买单，而是追求故事和体验。我能感觉到全场的空气都变了，谢望的眼神变了。我建议从唯一这个概念切入，每颗钻石都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就像每个女人都有不可复制的魅力。我们可以邀请消费者分享他们独特的生命故事，品牌则为这些故事定制专属珠宝。死一般的寂静中，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有意思。和昨晚一模一样的评价，但这次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真实的兴趣。就按这个方向继续。秦小姐方便单独谈谈细节吗？晚餐7点，凯悦酒店。这根本不是询问，而是高高在上的陈述。当然方便。你怎么认识谢四爷的？他有派人，他居然约你单独吃饭！天啊，你知不知道江城多少名媛想约他都约不到？
各种问题劈头盖脸砸来，我只觉得一阵窒息，随便敷衍了2句，落荒而逃。看着镜子里通红的脸，我根本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我竟然真的引起了那个男人的注意。这个极度危险的男人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了这场鸿门宴，我穿上了这条咬牙买下的小黑裙，它足足花了我半个月的生活费。窗外的夜景再奢华，也比不上眼前这个男人带来的压迫感。坐。为什么是我？你指什么？今天的面试，还有现在的晚餐，我们明明昨天才认识，而且是以那种方式。我欣赏有想法的人。就这样。还有，我想知道那些弹幕是什么。我的血液瞬间凝固，他怎么会知道弹幕的事？我明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什么弹幕？你看到弹幕时的表情变化很明显，而且我调查过你。秦婉月，23岁，C 大优秀毕业生，父亲早逝，母亲是小学教师，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史，也没有犯罪记录。就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站在他面前的透明人，你调查我？必要的预防措施，毕竟你主动接近了我。那只是个大冒险游戏。巧合太多就不像巧合了。你出现的时间、选择的包厢，还有那些弹幕，在这个男人面前撒谎根本毫无意义，我只能赌一把。我自己也不明白那些弹幕是什么，他们突然出现，给了我一些指引。比如不要吻穿白衬衫的男人，而要选择你。完了，我怎么全说出来了？为什么是我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只能闭着眼睛往雷区里踩。弹幕说你母胎单身28年，内心渴望被女孩主动亲吻。完了，我居然当面造谣江城阎王是个缺爱的处男，准备迎接暴风雨吧！荒谬。这场仿佛在悬崖边走钢丝的晚餐，竟然奇迹般的和谐了起来。他甚至开始认真和我讨论广告创意，我渐渐放松下来，甚至敢反驳他的观点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安全着陆的时候，我点开链接，映入眼帘的那张脸，让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倒流。弹幕说的是真的，如果昨天我吻了顾深，现在被卷入这场自杀风波，被前夫所致的人就会是我。怎么了？昨天那个白衬衫的男人，弹幕警告我不要碰顾深，说他的女友会自杀，然后迁怒于我。顾深的女朋友？你相信那些弹幕？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，但这次他确实预警了一个真实事件。现在有弹幕吗？没有。他只在你需要做决定时出现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位高高在上的江城首富没有嘲笑我，没有把我当疯子，而是真的在帮我分析这个超自然现象。谢谢。秦婉月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是赵明，那个分手后一直纠缠不休，甚至闹到我公司楼下的垃圾前男友，他竟然跟踪到了这里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请你立刻离开。装什么清高？听说你傍上大款了？就这老头儿，爱的老头儿。他在找死，他根本不知道这辆车的主人是谁。你是谁？谢望。谢四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你，连谅带怪。他经常骚扰你。分手后一直解决了，他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你要对他做什么？只是让他换个城市生活而已。谢谢。明天开始，你负责谢氏珠宝项目的创意总监工作，周景会联系。但我只是个新人。我看重能力，不看重资历。晚安，秦婉月。短短2天，我的生活天翻地覆，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疯狂的大冒险和那些神秘的弹幕。这已经是我连续第7天加班到凌晨了。自从谢望清点我负责这个项目后，工作量简直呈几何级增长。还没走。谢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路过，提神。路过
凌晨2点路过广告公司，不过甜度刚好，是我喜欢的焦糖玛奇朵。方案做得怎么样？已经完成了，正在做最后的检查。您看，这是这周的成果。他的侧脸在显示器冷光下轮廓分明，下颌线简直像刀削一样锋利。这里需要修改，奢华这个词用的太多了，显得刻意。好的，我马上改。不用现在，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可是明天就要……明天下午再交。疲劳作业会影响质量。你很认真。自从2周前那个晚餐后，我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。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公司路过，有时带着修改意见，有时只是问进展。听说了吗？谢四爷包养了新人，秦婉月凭什么负责这么大的项目？肯定是睡上去的呗。这些恶意的揣测像毒蛇一样蔓延，但我选择置之不理。谢望似乎也听到了风声，最近他来公司更加高调，刻意当众询问我的意见，抬高我的地位。有人在为难你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说实话。只是些闲言碎语，很正常。谁？真的没关系，我能处理。明天开始，项目会议在谢氏大厦开，我会安排车接送。这不太好吧？同事们会更……秦婉月，在职场，实力是最好的反击。等你的方案通过，他们自然会闭嘴。他的话确实戳中了我的自尊心，我想要凭能力证明自己，而不是靠他的特殊照顾。好，我会用方案说话。吃点东西再睡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晚饭？猜的。三明治意外的好吃，鸡肉鲜嫩，酱料调味恰到好处。秦小姐，这边请。所以我们建议采用唯一编码念，每件珠宝有专属的数字身份，顾客可以通过 App 查看它的制作过程。精彩！各部门按照这个方向准备执行方案。秦小姐，谢总请您去办公室一趟。秦小姐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请说。谢总对您的特殊关照引起了一些议论。谢氏是个传统企业，谢总也有未婚妻，您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杨家的大小姐从小指腹为婚。未婚妻？谢总最近对您的关注，恐怕只是出于对新创意的兴趣，希望您不要误会。他在撒谎，谢望没有未婚妻，周瑾暗恋谢望多年，嫉妒我的特殊位置，那为什么还要对我好？那些深夜的咖啡，那些关心的询问，难道真的只是出于对项目的重视？这信息量太大了。周瑾暗恋谢望，所以他是故意挑拨离间？谢谢提醒，我对谢总只有职业上的尊敬。进来。方案很好，下周的客户晚宴，你和我一起出席。谢总，这样合适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听说您有未婚妻。谁告诉你的？周助理说是杨家的大小姐。荒谬！周瑾跟了我5年，看来是太安逸了。没有未婚妻，晚宴照常，你跟我去。弹幕说的果然是真的，所以没有未婚妻。从来没有。晚宴的事是工作需要，你作为创意总监，需要向客户解释方案。我明白，一方面为弹幕再次指引我真相而庆幸，一方面又为周瑾的挑拨和谢望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困惑。婉月，这边！
小秦啊，来，跟几位重要客户打个招呼。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我被拉着在各个酒桌间周旋，被迫一杯接一杯的喝酒。我的酒量本就不好，几杯下肚已经开始头晕目眩。秦小姐年轻有为啊，来，再喝一杯。李总的酒，我代喝了。谢总，没想到您也来了。秦小姐是我们谢氏重要合作伙伴，希望大家多关照。当然，小秦是我们公司的栋梁之才。能借一步说话吗？我点点头，跟着他离开喧嚣的宴会厅，来到安静的露台上。夜风拂过发烫的脸颊，稍微缓解了我的眩晕感。谢谢，我确实喝不下了。你喝太多了。没办法，职场应酬。我送你回家。不行，年会还没结束。别逞强。20分钟后，我被谢望安置在他公寓的沙发上。这是一套顶层复式公寓，装修简约而奢华。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江城璀璨的夜景。喝点蜂蜜水。我小口啜饮，甜滋滋的味道缓解了胃部的不适。谢望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脱了西装外套，只穿一件白衬衫，领带也松开了，看起来比平时随意许多。为什么来年会？我好奇地问。周瑾告诉我你要喝酒。我心头一暖，原来他是特意来救场的。谢总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叫我谢望。谢望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你觉得呢？如此近的距离，我能清晰地看到他深邃眼眸中自己的倒影。他的睫毛又长又密，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。你喝醉了。一点点。你真好看。秦婉月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知道啊，我在摸你的脸。明天你会记得吗？记得什么？算了，你醉了。那晚的记忆到此为止。怎么躺在陌生的床上，还穿着陌生的睡衣？醒了，衣服是家政阿姨帮你换的。我昨晚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吧？不记得了？只记得一些零碎片段。露台、蜂蜜水，还有我好像摸了他的脸。没什么，只是你一直拉着我说要听我唱歌。什么？不可能！骗你的，你喝完蜂蜜水就睡着了。吓死我了！不过怎么莫名有些失落呢？昨晚谢谢你照顾我。你经常那样喝酒？当然不是，昨天是被客户灌酒。以后不会了，我打过招呼了。谢谢。对了，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跟我说你喜欢我。如果那不是梦呢？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车在楼下等你。他最后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真的说了喜欢我，还是又在逗我玩？而更让我困惑的是，当我想到他可能真的喜欢我时，心底涌上的那股雀跃是怎么回事？紧张。黑色定制西装勾勒出他宽肩窄腰的完美比例，领带一丝不苟地系在修长的脖颈上。有点，我从没参加过这种级别的商业晚宴。做你自己就好。等一下。这是配你的礼服。项链扣上的瞬间，我仿佛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呼吸的热度，正灼热地喷洒在我的皮肤上，心跳的简直像擂鼓一样。
谢谢。叶总，叶伟姐。秦婉月，谢氏珠宝项目的创意总经理。谢四爷，久仰久仰。王总，这位美女是秦婉月，我的合作伙伴。整个晚上，他每次介绍都称我为合作伙伴，而非女伴或下属。这种微妙的措辞差别，让大家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。饿了吗？从下午开始就没吃东西。哼。谢总真是体贴。顾先生，没想到秦小姐和谢总关系这么密切。顾深，苏小姐情况怎么样了？还在医院。莹莹一直问我，为什么那天晚上我突然被叫走。那天如果不是弹幕提醒，我可能真的会吻顾深，然后彻底卷入他们这笔烂账的漩涡中。商业合作而已，顾先生想多了，是吗？那祝二位合作愉快。我这才注意到，谢望的手还停在我腰间。别在意，他最近压力大。我去下洗手间。林总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谢望太信任那个小丫头，根本不懂珠宝行业的门道。林总，难道是谢氏的商业对手林世成？弹幕曾经提过这个名字。很好，让谢四爷在发布会上出丑，看他还怎么在珠宝界立足。谁在那里？林世成和王总，他们密谋要在发布会上做手脚，让你出丑。你确定？我亲耳听到的，他们说……周瑾，立刻冻结与王氏的所有合作，重新审核珠宝项目的数据。对，现在。你做得很好。会不会是误会？不会，林世成一直想打击谢氏，只是没想到他会从王总下。林氏和谢氏竞争多年，林世成手段下作，之前就试图窃取商业机密。我突然发现，今晚的弹幕竟然一次都没出现过。自从认识谢望后，那些神秘的指引确实越来越少见了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在想，如果没有听到他们的阴谋，我会处理好的，你不必担心。下周的发布会，你和我一起上台。我？可那是谢氏的主场。你发现了阴谋，理应分享荣誉。况且方案是你的创意。谢望，谢谢你今晚的信任。早点休息。真的。你很特别，秦婉月。脑海中全是谢望那句“你很特别”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赞赏我的工作能力，还是……小秦啊，谢总刚刚来电话，点名要你负责谢氏珠宝的全案执行，这可是千万级的大项目。我会努力的。还有，听说你昨晚在宴会上立了大功，谢总亲自打电话来表扬你。没什么，只是发现了一些数据问题，及时汇报了而已。太厉害了，我就知道没看错人。走出办公室，我发现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有羡慕，有嫉妒，也有敬畏。林小燕偷偷把我拉到茶水间，全公司都在传说你是谢四爷的合作伙伴，仅此而已。得了吧，昨晚有人拍到你们在宴会上的照片，谢四爷看你的眼神。什么照片？我简直语塞，这张照片确实太容易让人误会了。别否认了，全江城多少名媛想得到谢四爷的青睐，没想到被你拿下了。强迫自己专注于工作，但思绪总是不受控制地飘向谢望。上车。
发布会流程需要确认，先吃饭，边吃边谈。我们去了家私密性很好的日料店，包厢里只有我们2人。谢望熟练地点了我喜欢的菜品，甚至记得我不吃芥末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口味？调查资料里有。我心头一暖，没想到他会记得这种细节。用餐期间，我们讨论发布会细节，气氛轻松而专业。林世成的事处理好了，他安插的内鬼也被清除了。这么快？在谢氏，背叛的代价很高。我再次意识到，眼前这个男人不仅是温柔体贴的谢望，更是江城闻风丧胆的谢四爷。害怕了？有点，你有时候很吓人。对你，永远不会。谢望。发布会后有个私人聚会，希望你能参加。什么聚会？家族聚会。我父亲想见见你。你父亲？为什么？他知道你发现了林世成的阴谋，很欣赏你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我愿意。我是说，很荣幸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晚安，秦婉月。心跳快的几乎要跃出胸腔了，这个吻代表什么？是礼节性的，还是……谢望对我到底是什么感觉？而我对他又是什么感情？照片里他看我的眼神确实不同寻常，温柔的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江城阎王。更让我困惑的是，看着这张照片时，我心底涌上的那股甜蜜和期待又是怎么回事？日历翻到6月12日，我的24岁生日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，我揉揉眼睛，伸手摸到床头的手机，屏幕上显示10多条未读消息，大多是林小燕和大学同学的祝福。我一一回复，手指却不自觉地停在那个最近频繁联系的号码上。谢望。自从珠宝发布会圆满结束后，我和他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。他会主动约我看电影、吃饭，甚至周末带我去郊外骑马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什么。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。早安，我在你楼下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。下来吧。10分钟后，我坐进车里，谢望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。我今天特意穿了白色翻领衬衫，头发也精心打理过。生日快乐。盒子不大，但入手沉甸甸的，包装纸是低调奢华的深蓝色，系着银色丝带。我小心翼翼地拆开，里面是一个黑色丝绒首饰。价格不重要，我觉得它适合你。谢望，如果我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会让我觉得你在用物质定义我们的关系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生气了。抱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第一次有人拒绝我的礼物，因为其他人看重的是谢四爷的身份和财富，而我看重的是谢望这个人。怎么过生日？你已经给了我最好的礼物。什么？你的陪伴，如果你有空的话。全天都是你的。这个举动让我心头一暖，他在尊重我的意愿。你很少拍照。不喜欢。那我们拍一张合照吧。好。需要接吗？不重要。接吧，可能有急事。我说了今天没空。阿旺，不可能，不要再打来了。
前女友？你怎么知道？女人的直觉。宋雅，3年前分手，她听说我最近，总之她想复合。谢望的前女友，一定是个优雅美丽的千金小姐吧？和我这种普通女孩完全不同。秦婉月，我和他已经结束了。我相信你。下午想去哪儿？听说城南新开了家猫咖。猫咖？就是有很多猫咪的咖啡馆。如果你不喜欢，走吧。你喜欢就行。他喜欢你，没想到江城阎王这么招猫咪喜欢。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猫咪的样子，我心头涌上一股暖流。这个在外人眼中冷漠无情的男人，原来也有这样温柔的一面。这里真美。秦婉月。什么？那天晚上在包厢里，为什么选择吻我？这个问题我一直避免直接回答。现在面对他认真的目光，我知道不能再敷衍了，因为那些弹幕告诉我你值得信任。弹幕，你之前提过，但我不明白。我也不明白，从我记事起，偶尔会在眼前出现一些文字，像视频网站的弹幕一样，给我指引或警告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告诉我不要吻顾深，而要选择你。这是某种特异功能。宋雅的事，他可能会找你麻烦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宋雅竟然要制造偶遇。没关系，我能应付。你不担心？担心，但我相信你能处理好。就像我相信，你不会因为前女友的出现而动摇。这是我的答案。宋雅也好，任何其他人也好，都不会改变我的选择。秦婉月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有意见吗？没有，谢总。叫我的名字。谢望。我和谢望居然真的在一起了！谢家的家族宴会，那岂不是要见到他所有的亲戚？好的，晚安，男朋友。晚安，我的婉月。看着那个亲昵的称呼，我昨晚抱着手机在床上滚了一圈，心里甜得像是灌了蜜。你和谢四爷是不是有进展了？我们在一起了。天啊！我就知道，快告诉我细节。不过你要小心，我表姐在时尚杂志工作，说谢四爷的前女友宋雅回国了，正到处打听你呢。他打听我干什么？当然是嫉妒啊！宋雅和谢四爷当年可是江城最受瞩目的金童玉女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分手了。听说宋雅一直没放下，虽然谢望明确表示已经结束，但宋雅显然不这么想。紧张？有点。你家人好相处吗？不必在意他们怎么想，今天只是走个形式。这话并没有让我放松多少。到了，记住，做你自己就好。谢望，这样会不会太
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没什么好隐藏的。阿汪，这位是父亲，这是秦婉月，我的女朋友。听说你发现了林世成的阴谋。只是碰巧听到。有意思。宋家丫头也来了，在里头跟你姑姑说话。她怎么进来的？我邀请的。阿旺，宋雅特意从巴黎回来见你，你怎么能……姑姑，我的私事不劳费心。宋雅站在远处，居高临下的打量我，红唇微抿，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。她缓步走向来，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清脆的声响。这位就是秦小姐吧？久仰大名。我下意识挺直腰背，尽管穿着平底鞋的我比她矮了半个头。宋小姐。宋雅的目光在我和谢望交握的手上停留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阴霾，但很快又恢复了优雅的笑容。她转向谢望，声音甜得发腻：“望哥，好久不见。”宋雅，这是我女朋友秦婉月。谢望面无表情的点点头，手臂却收紧，将我往他身边带了带，空气瞬间凝固。我清楚的听到谢望姑姑的轻笑声，还有其他宾客的窃窃私语。女朋友？真意外，没想到你喜欢这种类型的。宋雅，注意你的言辞。谢望的声音冷得像冰，宋雅脸色微变，显然没料到谢望会当众给我撑腰。我只是开个玩笑，秦小姐别介意，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。没关系，我也没想到谢望的前女友会是这种类型的。谢望的嘴角几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，而宋雅的表情则彻底阴沉下来。就在这时，谢父出声打破了僵局：“都别站着了，宴会要开始了。”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谢望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，巧妙地挡掉了所有不怀好意的试探和刁难。宋雅几次想接近，都被他不动声色地避开。他用行动兑现了他的承诺。别担心，他不敢怎么样。秦小姐，我们聊聊。请说。你知道我和旺哥是怎么认识的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16岁就在一起了。他喜欢女人穿迪尔的香水，喜欢吃3分熟的牛排，喜欢在睡前喝一杯威士忌。他后背有一道疤，是18岁骑马摔的。宋小姐，过去的事就这让它过去吧。现在站在他身边的人是我。你以为你能长久？谢家不会接受一个平民女孩，那是谢望需要操心的事。如果他觉得家庭比我重要，我会尊重他的选择。你倒是挺有骨气，不过等着瞧吧，谢四爷的控制欲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。他的话让我心头一颤，谢望确实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有些强势。难道……在聊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和秦小姐分享一些你的小习惯。不必了，婉月比任何人都了解我。那座老房子里的空气总是压抑的让人窒息，尤其是面对宋雅那种若有若无的挑衅时。谢望的掌心很热，那是这一天里我唯一的安全感来源。抱歉，让你面对这些。没关系，宋雅似乎还很喜欢你。那是她的事儿，我和她3年前就结束了。下周有个商务晚宴，你和我一起出席。什么晚宴？林氏集团的周年庆，林世成特意邀请了我们。林氏，那是他最大的对手，他现在就像只踏入猎场的豹子。你确定要去？当然，让他看看他的阴谋反而促成了我们的关系。他似乎把感情当成了武器，这种被利用的感觉真让我难受。周一，他打电话给我的上司，要求减少我的工作量。你太累了，他这样解释。我不希望你加班。周二，他派人送来了整整1衣柜的新衣服，晚宴需要，他
他说，但连日常着装也一并准备了。周三，他建议我减少和林小燕的来往，她背景复杂，不适合做朋友。他这样评价我最好的闺蜜。周四，当我提出想自己去参加晚宴时，他直接否决，不安全。我会来接你。周五晚上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谢望，我放下筷子，直视他的眼睛。我们需要谈谈。关于你最近的一些决定，我觉得你有点过度保护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替我安排工作，选择朋友，决定穿什么，这让我感觉什么？感觉不像在谈恋爱，而像在被管理。我列举道。他放下酒杯，声音低沉。我只是想保护你。我鼓起勇气说出心里话。谢望沉默了片刻，我轻声说，但我不需要这种保护，我有能力自己做决定。他挑眉，我一一列举。比如和林小燕做朋友，比如自己开车上班，比如决定加不加班，这些都是我的自由。谢望的眼神变得锐利。林小燕的父亲有赌博前科，他交往的圈子复杂，你自己开车有风险，上次那个醉驾事故就在你们公司附近。至于加班，你调查林小燕，必要的背景调查，任何接近你的人都应该被审查。我震惊地打断他。谢望语气平静。我站起身，双手微微发抖。这不是保护，这是控制。谢望也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秦婉月，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，我是为你好。不，真正为我好是尊重我的选择，而不是替我做决定。我摇头，眼眶发热。谢望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。所以你现在是在质疑我的方式？我努力保持声音平稳。我只是想要平等的尊重。我不是你的下属，谢望。我是你的女朋友。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，就应该信任我的判断。他的声音冷得像冰。我们僵持不下，最终不欢而散。谢望坚持送我回家，但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。回到家，我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凌晨2点，手机突然震动，是谢望的短信。我盯着这条命令式的信息看了很久，最终没有回复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决定主动去找谢望谈谈。我有他公寓的钥匙，之前他给我的，以防万一。用钥匙打开门，公寓里静悄悄的，谢望可能还在卧室。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去，不想惊动他。经过书房时，我注意到门虚掩着，里面有灯光透出。我轻轻推开门，想看看他是否在里面。书房空无一人，但桌上摊开着一个文件夹，上面赫然是我的名字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进去。文件夹里是我的详细资料，比之前谢望给我看的还要详尽。我的母亲近3年的医疗记录，林小燕的家庭背景调查，甚至还有我大学室友的就业情况。我的手开始发抖，这不是普通的背景调查，这是全方位的监控。谢望不仅调查我，还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。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谢望走进来，合上文件夹。安全措施，我说过，任何接近你的人都应该被审查。包括我妈妈的病历，包括我朋友的私生活。我的声音越来越高。谢望，你这是侵犯隐私。为了保护你。不，这不是保护，这是控制，是监视，是不信任。你不明白这个世界的危险。我明白的是，真正的爱是建立在信任和尊重基础上的，而不是控制和监视。如果你这么认为，也许我们确实不合适。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我心。是的，
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什么意思？我想我们需要冷静一下。秦婉月，不要无理取闹。无理取闹，谢望我们分手吧。你认真的？非常认真，我无法接受这种关系，爱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这么轻易就能放弃，轻易，谢望是你先放弃的，你放弃了尊重我的基本权利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这次他没有拦我。走出公寓楼，6月的阳光刺得我眼睛发疼。我抬手擦泪，却发现眼前一片清晰，那些指引我的弹幕彻底消失了。回到家，我关掉手机，蜷缩在床上无声哭泣。我失去了谢望，也失去了那些神秘的指引。世界突然变得无比空旷，而我孤身一人。婉月，你还好吗？会好起来的。那个混蛋，他居然派人调查我和我家人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谢四爷的助理周静昨天来找我，给了我一份文件，里面全是我的个人信息。他说这是谢总的善后工作，确保我不会在你面前说他坏话。分手后，谢望还在继续他的调查，这简直不可理喻。我跟他解释我们只是朋友，他居然说什么？说谢总很快就会想通，然后把你追回来，好像你是一件他可以随时收回的物品一样。他的控制欲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，分手似乎是对的。我送你。婉月，我们需要谈谈。这个一向一丝不苟的男人，此刻竟显得如此狼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我错了，我不该调查你的朋友和家人。谢望承认错误，这简直比太阳从西边升起还罕见。不只是调查的问题，谢望，是你对待我的方式，好像我没有能力自己做决定一样。我习惯了控制一切。但我不是你的商业帝国的一部分，我是个人，一个有自己思想感情的独立个体。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爱一个人。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颤，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了谢望坚硬外壳下的脆弱，但伤害已经造成，信任一旦破碎，很难重建。你需要学会尊重谢望，不是以为你好的名义控制对方的一切。还有机会吗？我不知道，但现在我需要空间和时间。看着奔驰远去的身影，我的心像被撕成两半。我依然爱他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但我不能，也不应该为了爱放弃自我。巴黎的秋天真冷，我以为逃到这里就能把在江城经历的那些控制、窒息和心碎全部关在国境线外，可这封邮像一把钩子。母亲住院了，那种罕见的药只有国内才有资源，可现在我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回去面对那座城市，还有那个可能再次让我泥陶的男人。谢望怎么知道我的行程？但转念一想，以他的能力，想知道什么都不是难事。我就知道是你。这4个字像一道惊雷。谢望，除了他，还有谁会这么精准地掐掉我登机的时间点？哪怕隔着半个地球，我的一举一动似乎依然在他的视网膜上。那种被监视的寒意再次爬上脊梁。我没有回复，直接按下了关机键。好久不见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母亲的事儿，我听说了，药物和专家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什么？江城医院的张教授是国内这方面的权威，他明天会诊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些？跟我去医院，
你就明白了。我本该拒绝，但母亲的病情让我别无选择。车内是换了新的香氛，是我喜欢的柑橘调。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泄露了内心的不平静。妈，月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公司不是派你去法国了吗？你不是住院了吗？李阿姨发邮件说，那个啊，早就控制住了，多亏了谢先生帮联系的专家和药物。谢先生经常来看你，每周都来，带水果，问病情，还帮我调了单人病房。这么好的男人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我们最近有些矛盾。矛盾可以解决嘛。谢先生人真的很好，医院上下都对他毕恭毕敬的，但他对我特别礼貌，每次都叫阿姨。江城谢四爷居然对我母亲用如此亲昵的称呼。药物必须按时送到。对，所有费用从我私人账户走，不要让他知道。谢谢你，为我妈妈做的一切。不必言谢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？明明我妈妈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，为什么还让我回来？我没有让你回来，那封邮件不是我发的。那是谁？你母亲确实曾一度病情加重，李阿姨出于关心通知了你，但那时我已经安排了治疗，后来情况好转，我本想告诉你，但我答应过给你空间和时间。她本可以利用母亲的病情逼我回来，但她选择了尊重我的意愿。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？机场有我的眼线，我只是想确保你安全。换做以前，这种监控会让我愤怒，但现在看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我竟觉得有些心酸。这3个月你过得好吗？工作，很多工作。我去了你之前的公司，想了解你离开的真正原因。然后呢？发现你的前上司刘总一直骚扰女下属，包括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的同事告诉我的。我本想让他在江城待不下去，但想到你可能不喜欢我这样做，只是让他被公司开除了。以前的谢望会毫不犹豫地毁掉得罪他的人，而现在他居然考虑了我的感受。还有，你租的房子漏水问题，我让人修好了。你母亲之前被电信诈骗，我追回了钱款。林小燕工作调动的事，我……等等，你一直在暗中帮我解决这些问题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干涉你的生活，但这些事我忍不住。这3个月，在我以为我们已经彻底结束的时候，谢望一直在默默守护我和我在乎的人。为什么我们分手了，你没有义务做这些？秦婉月，分手是你提出的，不是我。我的感情从未改变。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，勾勒出完美的轮廓。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，此刻竟显得有些脆弱。我反思了很多，关于我的控制欲，关于我越界的行为，那些调查档案确实不该存在，我向你道歉。我鼻子一酸，这3个月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。我曾以为自己可以忘记他，但此刻站在他面前，心跳的加速告诉我，那份感情从未消失。我需要时间。看到你的改变很高兴，但信任需要重建。我明白，我会等。接下来的2周，他总是恰好出现，从不逾矩，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，却让我感受到他无声的关怀。月月，我想去趟老房子，拿些换季的衣服。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你和谢先生去忙吧，我自己打车去就行。阿姨，我让司机送你。我和婉月确实有些工作要谈。我们哪有什么工作要谈？其实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是我母亲
他在我10岁那年离开了我父亲，去了国外。所以你是谢氏集团的人？我母亲去世后，我父亲就把我接了回来。江城谢四爷居然有这样不为人知的童年创伤。他走的那天，答应下周带我过生日。我等了整整3天，直到父亲告诉我，他不会回来了。10岁的谢望独自等待永远不会回来的母亲，这画面让我眼眶发热。我恨过他，也恨过所有女人，直到遇见你。你拒绝我的礼物，拒绝我的安排，甚至拒绝我的爱，但你从不怕我，不讨好我，把我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爱。这3个月，我看了心理医生。我看心理医生，试图理解为什么我会变成那样控制狂。结果呢？害怕失去，就像当年失去母亲一样。我以为控制一切就能避免重蹈覆辙，却差点失去真正在乎的人。这一刻的谢茂不再是江城人人敬畏的谢四爷，只是一个害怕受伤的普通男人。我学会了尊重边界，爱不是占有，而是成全。扑进他怀里，闻着那熟悉的龙涎香混合淡淡烟草的气息。对不起，我应该早点看到你的改变。不，是我需要时间成长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秦婉月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这次我会做得更好。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平等的关系。你可以关心我，但不能替我做决定；可以保护我，但不能监视我的朋友；可以爱我，但不能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。我答应你。还有，支持我的事业。我刚收到巴黎分公司的长期 offer。如果那是你想要的，我支持你。虽然我会很想你。以前的谢望会直接命令我拒绝，或者暗中使绊子阻止我离开，而现在他尊重我的选择，即使那意味着分离。其实我拒绝了。什么？巴黎很美，但没有你。我申请调回江城总部，已经批下来了。真的，但我有言在先，我要自己租房子住，我们慢慢来，好吗？好，都好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怎样都可以。谢谢你，妈妈。因为你，我知道如何不去爱一个人，而因为他，我学会了如何去爱。这3个月我可没闲着，整顿公司，学习心理学，还尝试下厨，结果烧糊了3个锅。对了，那些弹幕还有出现过吗？分手后就完全消失了。很奇怪，以前我那么依赖他们做决定，现在没有反而觉得轻松。我常来这里，老板人很好，从不因为我的身份特殊对待。味道确实很好，怎么发现这里的？分手后，不想去那些我们去过的地方，就到处瞎逛，偶然发现的。想到谢望一个人在这家小餐馆吃饭的样子，我心头一酸。他本可以呼风唤雨，却因为我甘愿做一个普通人。以后我们可以常来。不是礼物，是物归原主。它本来就是为你买的，你不收，我也没给别人。很美，
谢谢你。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回来，给我第二次机会。离开餐馆时，夜空繁星点点，谢望没有像以前那样坚持送我回家，而是问需要我叫车吗？这个小小的改变让我心头一暖。他在学习尊重我的选择，而不是替我做决定。不用，我想再和你走一会儿。对了，宋雅还有找你吗？听说他去了米兰，周瑾倒是经常提起你。周瑾，他不是讨厌我吗？正相反，他说你是唯一能制住我的人，希望你别再走了。江城阎王被说成需要制住，这画面太有趣了。到了。要上来喝杯茶吗？今晚不冷，我们说好的，慢慢来。这个克制而温柔的吻，比任何热情的拥抱都更让我心动。晚安，谢望。晚安，我的婉月。它代表着谢望真正的改变。他学会了尊重边界，学会了等待。有些习惯，大概永远改不了吧。但正是这些小细节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谢望。那个曾经控制欲爆棚的江城阎王，现在学会了用正确的方式爱一个人，而我也一样，学会了在爱情中坚持自我，同时包容对方的不足。窗外一轮明月高悬，明天将是崭新的一天。回国3个月了，与谢望和好后的日子比想象中平静美好。他确实在努力改变，不再干涉我的工作，尊重我的私人空间，甚至鼓励我参加公司海外项目的竞标。秦总监，这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升任创意总监后，工作比以前繁忙许多，但谢望从不抱怨我加班，只是每晚准时发短信问是否需要接我。那天晚上，他是指我们初次相遇的那晚，为什么要去夜色会所？他今天罕见地穿了一身黑西装，白衬衫的领口微微劈开，没有领带，整个人散发着危险而迷人的气息，就像我们初见时那样。这是要做什么？重温旧梦。怎么没人？包场了。怎么会？这里的一切布置的和1年前几乎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包厢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他居然连这些微小到极致的细节都复刻了。这是1年前的今晚，你推开了这扇门。我的心跳得好快，他竟然什么都记得，而且如此精确地重现了那天的场景。这份极致的用心，让我几乎溺浸在他亲手布置的时光机里。这个点烟的动作如此熟悉，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倒流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光怪陆离、充满疯狂与未知的夜晚。当时我就坐在这里，然后一个喝醉的傻姑娘闯进来，二话不说就吻了我。我才没喝醉，而且那是大冒险。那天之后，我的生活天翻地覆。他离我近的能闻到我身上的香水味。那个曾经高高在上、冷血无情的江城阎王，此刻看着我的眼神，竟然柔软的像一汪春水。谢望，嘘，让我说完。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，耳边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只剩下自己剧烈的心跳声，如擂鼓般震耳欲聋。这个骄傲的男人，他真的跪下来求婚了。是蓝钻，那纯净的光芒就像他此刻毫无保留的真心。直直地晃了我的眼。秦婉月，1年前你大胆地吻了一个陌生人，6个月前你勇敢地指出了我的错误。现在，我想问你，愿意嫁给我吗？成为我的妻子，
我最好的朋友，把所有人踩在脚下，将成阎王。此刻就这样卑微的跪在我面前，眼中满是忐忑和期待。他把自己的所有骄傲都换成了爱我的筹码。我愿意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永远像现在这样尊重我、信任我，把我当成平等的伴侣。我保证。这是新的开始，不是结束。唇齿间交缠着熟悉的雪茄和薄荷的味道，和1年前那个荒唐的夜晚一模一样，却又完全不同。那时的吻是冲动和冒险，而现在的吻是承诺，是永恒。手怎么了？我心头一紧，这种伤口绝对不是文件划伤或者普通磕碰能造成的。这是周瑾出的馊主意，他说求婚要有诚意，建议我亲手打磨戒指上的钻石，结果割伤了手。这个笨蛋，堂堂江城谢四爷，分分钟能买下几座矿山的人，居然躲在某个操作间里笨手笨脚的亲自打磨钻石。谢四爷亲自打磨钻石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别告诉别人，我的冷控形象还要不要了？谢家老宅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透不过气的地方。谢父的寿辰在即，那是一位像极了以前那个谢望的老派掌权者。对了，下周你父亲的生日宴，我该准备什么礼物？父亲想单独见你。单独这2个字像是一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水面。谢父对我一直是不咸不淡的态度，这种突如其来的约见通常意味着某种博弈。明天下午，别担心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来了。听说你们订婚了，恭喜。谢谢伯父。秦小姐，你知道谢氏集团有多少资产吗？父亲，320亿。谢望是唯一继承人，而你，在谢父眼里，我不过是扑向这堆金山的废物。他想看我露馅，想看我开价，但我偏不。谢伯父，我爱的是谢望这个人，不是谢氏集团。漂亮话谁都会说，怎么证明？够了，婉瑜不需要证明任何。320亿确实是个天文数字，能买断无数人的尊严。但我在这场豪门博弈里，从未想过要赢走他的钱，我只要他。既然你要证据，那我就给你最干净的。我可以签婚前协议，放弃所有财产继承权。你认真的？当然，如果这样能让您相信我的诚意。哈哈哈哈哈。有意思，秦小姐，你通过了。什么？这只是一个测试，谢氏不缺钱，缺的是真心待我儿子的人。你眼光不错。我早就知道。对了，那些弹幕还有吗？弹幕？这个连谢望都以为只是我精神压力大的秘密，为什么会从这位古板的老爷子口中说出来？我的心跳快得几乎要撞破胸膛。您怎么知道弹幕的事儿？谢氏家族有个传说，关于预知者的能力。我妻子谢望的母亲也有类似的能力。母亲从未提过。因为她不想被当成异类。这种能力通常会在遇到真爱后逐渐消失。原来如此，那些弹幕从来不是外来的系统，而是我潜意识里最深层的防御机制。当我足够强大，当谢望的爱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安全感，这种预警自然就退休了。谢谢您告诉我这些。下周家宴，记得准时到。所以，那些弹幕是我自己的超能力，现在它完成了使命。难怪你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包括选择你。没有了那些浮在半空中的金色文字，
我的世界反而变得更加真实鲜活。我不需要剧透，因为我正牵着那个能陪我写完余生所有剧情的人。婚礼定在次年春天，出狱的那一天。这是你的婚礼，我只负责买单。谢望变了，他不再用财力去强加意志，而是像个最耐心的旁观者，守护着我的每一个奇思妙想。听说你要结婚了，恭喜！谢谢。苏莹还好吗？好多了。其实我们想参加你的婚礼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苏莹在接受心理治疗，顾深在学着负责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似乎每个人都在为了爱去修复那个残破的自己。这种结局真好。当然欢迎。看着那个男人，我突然觉得呼吸一滞。他英俊的过分，也温柔的过分。1年前我闯入那个包厢是场豪赌，而现在我知道，我赢到了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藏。我转过头，看到顾深和苏莹坐在不起眼的角落，正微笑着鼓掌。曾几何时，顾深是我避之不及的梦魇，而现在他只是我生命中万千祝福者里最普通的一个。那些因控制和偏执带来的阴影，终于在这一刻被阳光彻底驱散了。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这个吻像是一个终点，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吻你了，谢太太。结束了那些提心吊胆的试探，它更像是一个起点，开启了属于我们2个人的真实的、自由的余生。我从未见过谢总这么开心。秦小姐，不，谢太太，是您改变了他。谁能想到，这个30岁的商业帝王，私底下竟然还有这么调皮的一面。我想，周瑾说的对，我们都因为彼此变成了更好的自己。累吗？完美的一天。只是开始。是啊，这只是开始。那个曾经依赖弹幕指引、惊慌失措的女孩，如今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主见。那个控制欲爆棚，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的江城阎王，学会了用尊重去爱。没有了预知的捷径，路或许会更长，但每一个脚印都将由我们自己去丈量。而我们共同的故事才刚刚翻开第1章。